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2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抗美援朝纪念大会是一场政治动员。那么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中国会高规格的举办一个这样的纪念大会。那么今天真的召开了。那么召开，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讲习近平的讲话。但是我们还是要对这次大会进行一个分析。抗美援朝纪念日，它的选择其实有点怪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朝鲜战场是1950年的10月19号，然后呢，这个联合国军和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是1953年7月27号，你作为一个纪念日，你要么是头，要么是尾。那么就是这场，如果你是纪念一场战争，那么要么是头，要么是尾，就是开始的时候，要么是结束的时候。他没有，他选了一个中间，中间是10月25号。10月25号实际上是志愿军发动第一次战役的时间。第一次战役是10月25号，那为什么会选择第一战役时间的原因，是因为这场战役志愿军打赢了打赢了，基本上这个联合国军打的丢盔卸甲，措手不及，因为不知道志愿军入朝那么所以他选择了第一战役发动的时间没有选择这个。叫朝鲜战争开始，或者是就是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日期没选，也没有选择这个朝鲜战争结束的日期，他选择了一个中间的日期，这反映了中共这个没有规则没有规则，也不尊重常识那么他选，那当然他爱怎么选怎么选。那么但是更搞笑的是。而这次纪念这个70周年的，又没有按照他10月25号纪念日来开，是23号开是23号开，对不？你本来你说好，你纪念日就定在10月25号，那你这个纪念大会你当然要在10月25号开，结果他没在10月25号开，在10月23号开，为什么？所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我一直讲，中国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它在每个环节上面它都是这样。为什么？它就需要，这就是中共的特点，它按照需要，它可以把所有的规则全改掉。它为什么需要改？25号星期天，25号星期天，我们不想在星期天开，为什么？因为这次大会顶格开。就是说我们讲高规格，它有多高规格，它就顶着最高规格来开。那么所以呢，他就不想在星期天开，就把它挪到了25号开。你想一下，一个国家每年的假期可以挪来挪去的，这国家特征就不明显就是说我就一直讲，它国家特征不明显，就在每一个细节你都可以看出来，它基本上没有原则，就是按照需要随时改。如果你的规则可以按照需要随时改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就没有底线没有底线。那他为什么？什么叫高规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参加这个会议的，第一，先出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7个常委加一个国家副主席，就是8个人8个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王岐山又出来了又出来了。然后接着是谁？接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副委长、国务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长，然后是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这就基本上是权力最大的这一票人。然后跟着是什么？跟着是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别以为老同志就是真的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退休的高官，叫老同志烈士军家属等代表。还没完，
中央、党、政、军、群党是党的机关，政是政府部门，就国务院，军队，群众组织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然后是解放军、武警官兵，还有首都各界群众基本上你一看，你把这个名字一排，这就是中国开一个会议最高级别的会议了，这基本上是最高级别会议所以他这么高级别的会议放着星期天开，大家都要加班，不好就挪到星期五吧，这就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好，会场大家了解中共最擅长干什么？中共最擅长就是贴标语，写标语、贴标语是中共最擅长的动作。为什么？这是可以发动群众的那么这个大会的标语是什么我读给大家听，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标语很重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斗。这就是标语标语很重要，它揭示什么？揭示这场会议的真正的主题。虽然讲的是抗美援朝，但是它真正主题讲的是什么？要紧密团结，紧密团结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是它的主题。第一句话上来开宗明义，所以它是以什么呢？以抗美援朝为载体，讲他现在想讲的话。这玉罗克讲的所有的这个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就是一场动员这是一场动员，政治动员。政治动员的目标是什么？五中全会。为什么要开一个这么高级别的会议？当然，抗美援朝嘛，抗美是排在第一的话题。抗美首先是上来就要抗美嘛，对不对？抗美援朝上来就是抗美，就是这个话语的语境是什么？语境就是对付美国，就是反美。这是一场政治动员。政治动员的意图是，一方面以反美为语境，然后其实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五中全会。所以搞了一场这个级别的会。大家知道在以往这个抗美援朝纪念日都是开个座谈会就完了，这个是全民动员整个的党政军全部都出来这是相当高规格的一个会议那么所以呢，就是对抗美国，反美是语境，内核是什么？内核就是习近平的，紧紧围绕在习近平的周围，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大会的主题标语，你可以看出来习近平有两个压力，一个压力是来自外部，当然这个外部主要是美国另外一个压力来自内部他核心要解决的是内部问题所以这场大会是一个政治动员，我们的标题就讲这是一个政治动员那么重点我们讲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这篇讲话呢，写的很煽情这个稿子写的很煽情，但是你从现场来看，习念稿子念的不大起劲不是很起劲，不是很有激情这个状态不是很好那么历来讲抗美援朝的这个话题呢，无非是两个，第一个中朝友谊，第二个中国人民有骨气有气概，跟世界上最强的军队打仗无非是讲这两个主题但是这次讲话不一样，不同这次讲话不同。第一，
完全忽略中朝友谊话题，完全没有，不提，根本不提啊。这你看一下，就是昨天这个金正恩去烈士陵园献花啊，表态。那么习近平讲话完全不提中朝友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间是有落差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定性，给抗美援朝定性。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这就是给他的定性。当然这个定性有点扯啊，就是说你发生在朝鲜的战争，你跑出去保卫了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啊，这个话语有点就是逻辑上讲不通。当然这个定性主要为了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抗美援朝、朝鲜战争、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质疑啊。这个定性大家记住，中共所有的这些行为它都是有针对性的啊。第一个就是要解决那个质疑。质疑是什么？质疑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参加一场这样的战争？那他现在讲啊，我战争是其实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目的是什么？第二个目的，第一个是合理化这场战争，就是合理化抗美援朝这个行动。第二个就是把它合理化的意义延伸到现在啊，这是定性。第二个是他就是要继续强化。他这个讲话当中，其实他不断的在渲染什么呢？就是外敌欺负我们的这种历史场景啊。你想一下，抗美援朝这是发生在朝鲜的一场战争，可是习近平的讲话不断的在讲啊，中国的近代史，中国被外国欺负各种啊，他在强化这种中国被外国欺负的这种历史场景。为什么？从而可以强化抵御外敌的这种政治合理性。这要把这种历史场景放进去之后，你才能够反抗外敌啊！反抗外敌你就是合理的啊。大家讲话重点是什么？讲话重点就是美国啊，所有的话语全是针对美国。那么整个活动的核心和支撑其实就是针对美国啊。那围绕着这个对付美国来展开延伸。这讲话稿真的写的有点煽情，很多排比句，用很多排比句，然后一浪高一浪啊，各种语气，各种这个叠词，很多叠词啊。但习近平念的呢，我看了一下，习近平念的就没念出那种气势来啊。然后他就用了很多呢。这他讲话当中呢，用了很多什么东西呢？用了很多毛泽东的原话。当然他有些原话他没有说啊，他用了很多毛泽东的原话，用了很多这个煽情的挑动民族主义的话啊，这个里面有很多话，我可以啊，用了很多我们记忆中的那种话语体系，就是传统的话语体，中共传统的话语体系。你看，比如说。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号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就是中共一直营造的这种我们打赢了啊，我们打赢了，最后我们打赢了。停战协定，如果你打赢了，你应该不是停战协定，应该是受降书啊。那这是一个啊，然后还有就是最终用伟大胜利向全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啊。这就是那种我刚才讲的那种语境啊，就是我们被西方国家侵略了啊，西方侵略者啊，这样还有
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是毛泽东的原话啊，就是湖南话啊。还有一个，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清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啊！中共一直在营造这种百年耻辱的这个语境啊，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啊！那么死了几十万人，扬眉吐气啊！经此一战，中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他就是要营造这种语境啊！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你可以看我们上一个关于抗美援朝、朝鲜战争的议题，就很多五毛来贴这种语境、这种话来贴这种话啊。他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人，任何一个国家，这是警告美国哈，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将会碰得头破血流啊！这个也可以自勉了啊。中国人民不惹事啊，这句话很多在引用啊，就是视频，但其实他讲的不是很起劲啊。中国人民不惹事、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这个话写的不好，这个文字不好。他还讲了一句话，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其实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五册里面的一段话。他原话是这样的，原话是帝国主义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啊，这个是原话。那么然后他还有一句话，他叫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啊！这是一个很搞笑的一段话啊！为什么？70年来走完了别人几百年的历程，怎么走完的？你说，比如说，西方国家比如说福特发明汽车啊，那么发明汽车，那美国走过了100多年的这个汽车发展史啊。然后中国引进了一条生产线，生产汽车，你是不是就走完了别人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了？这就是中共的逻辑啊！中共的逻辑，其实你还是引进的是生产线，你不是说你掌握了整个的汽车的发展的这个整个的汽车的技术，你没有啊，你没有这个技术啊，你还是没有这个技术，所以中共喜欢用这种就是似是而非的这种逻辑。来夸耀自己啊，夸耀自己。那么这场纪念大会，习近平的讲话还有几个细节，我们值得留意啊。第一个就关于战争的描述啊，关于战争的描述，以往的朝鲜战就是抗美援朝的对抗美援朝的描述，他是这样说：以往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南朝鲜发动了对北朝鲜的进攻，抗美援朝的原因和属性是这么定义的啊，这么定义。那么呢，这个定义呢就改了什么呢？你看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就改了什么呢？朝鲜内战爆发，他把这个抗美援朝定义为朝鲜内战。他就没有再用这个南朝鲜向北朝鲜发动攻击发动进攻，也没有再说美国支持南朝鲜向北朝鲜发动进攻。为什么？这里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金日成这个对南朝鲜发动攻击这件事情，中共自己都把它讲破了。中共自己把它讲破了。其实我印象中是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就是批评这个，就是朝中社曾经发表一篇文章骂中国
双方就是吵架，其实吵架，其中有我印象中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一篇文章，就直接就说，如果不是金日成发动对南朝鲜的这个攻击啊，把这个话说破了，所以实际上这个话原有的那个话语就已经破产了，于是呢，现在呢，他把这个抗美援朝的说法说成是一个朝鲜内战，他也不说是北朝鲜对南朝鲜的发起的进攻，他只说他们发生了一场内战。发展内战，当然首先还是要护住什么？护住中国出兵的这个属性啊！中国出兵他们是发生了内战啊，发生内战就不一定是北打南，也可能是南打北啊。他把这个模糊掉，他不把它模糊掉的同时呢，他还可以什么呢？还可以抵抗这个什么？抵抗这个美军的属性。美军其实不是美军那是联合国军啊，志愿军和人民军对抗的对面的打仗的那个人是联合国军，联合国军加上南朝鲜的部队，那他这样一对呢，还是能够把这个谁呢，把美军揪出来。我还是对抗美军，讲来讲去对抗美军，他避免讲对抗联合国军，因为联合国军是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啊，那你这个为什么叫志愿军？志愿军因为你没有授权，你又不想和联合国军对抗，所以实际上是不宣而战，双方是在打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啊。所以他用这个语境，中共在这些事情上面，他花大量的精力去研究这个事情，所以他现在把这个话语啊，抗美援朝的属性定义为什么？定义为朝鲜内战。然后呢，你们打到了我这家门口来了，所以我才出兵的，这就让他的行为就合理化了，这是他的逻辑，他完全违背了朝鲜战争的真实属性。朝鲜战争的真实属性就是金日成，北朝鲜的金日成向南朝鲜发动攻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并且派遣联合国军去给支援南朝鲜。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最后中国介入，就是当联合国军和南朝鲜的部队过了38线之后，中国军队就进入朝鲜，就参战啊。你可以讲你的理由没问题，但是有一条，你在篡改历史，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这是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就是关于志愿军的伤亡人数啊，我们在上个节目我用的是18万是通常说法，就是官方通常说法，我没有做很多的调研，所以我直接就调了这个18万的数字啊。那么很多网友上来跟我讲，不止18万，有很多，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个数字啊。习近平今天在这个讲话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19万7千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把这个数字定在了19万7千啊。那么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数字啊，我也不会讲太多，我们只是简单的说一下。199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里面讲啊，中国先后进入朝鲜作战的总的兵力是190万啊，这是一个背景啊。然后呢，关于这个志愿军伤亡的这个人数一直有争议啊。当然，这个很显然，这个叫什么？中共一向按照他们需要的数字来讲啊，所以他们讲的话和事实的边界总是很模糊啊。2010年出版的《中国文史参考》里面说，有18万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然后1953年7月27号朝鲜战争停战，然后最初中国公布的数字是多少？中国最初公布的数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阵亡14万8977人，
负伤22万218人，失踪25621人，被俘21400人。被俘这个没办法改，为什么？被俘这个事情，因为都有战俘营的啊，所以他没法改。但是这前面的数字，他上来是讲不到15万人啊。那么后来文史参考说的是18万。那么今天这个习近平讲的是19万7千啊。美国方面的统计是这样啊，美国方面统计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死亡人数40万以上，40万以上，负伤48万6千，被俘21839，跟中国公布的还是有差距啊。联合国军啊，就是联合国军这是美方统计的。联合国军阵亡是57606人，负伤是115183人，失踪和被俘是6973人，总计179762人伤亡失踪，其中美军阵亡54246人啊，这个占这个联合国军伤亡人数的94.16%。那么外界评估就很多了，有80万的，有这个100万的，甚至还有160万的，160万。我没有立场，我在这个事情上没有调查，大体上我告诉大家这个情况就是这样。那么我觉得可能美国方面的统计会更准确一点，就是志愿军阵亡是40万左右啊，40万左右，大体上是这样。不管多少，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一个人的阵亡都是不应该的，因为这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就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呢，我们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关于抗美援朝这个议题呢，有很多可以聊的事情啊，我只是选择其中一个非常小的切面，告诉大家发生了一个我看到的事情啊。但其实抗美援朝有很多，谁打赢了，打得怎么样啊？中间还涉及到什么？为什么中共要参战？中共参战的目的是什么？它中间有很多的考虑，就是其实，朝鲜战争它处于这个越战和二战之间啊，它的影响真的没有那个二战大，也没有后来的越战大。越战其实对美国影响最大啊。那么所以呢，朝鲜战争被称之为被遗忘的战争，但是对中国影响很大啊。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就是有足够的时间我们来聊一下。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就是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背景我又换了一下，为什么要换背景？有网友跟我提出来说，原来的那幅画会反光啊，我后来看了一下，真的有点反光，说还是用原来的这幅画啊，用原来这幅画跟大家说一嘴。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归人666，谢谢 Elena 马，谢谢Simon高，谢谢，请老师喝咖啡。好，我正在喝。观点，这个会开完，全世界都得罪完了。这个朝鲜出兵在联合国历史上是非正义的一方，所以不敢叫正规军，所以叫志愿军。说的是大家都自己自发组织的军队，自己抄着家伙去朝鲜干仗。王老师这200斤搞这样的纪念活动，不怕国际社会制裁吗？国际社会不会制裁啊。志愿军，这就叫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名不正言不顺啊，就是说，中国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顶着志愿军的帽子跑到这个朝鲜去打一场这样的战争，死了，我们至少死了20万人吧，死了20万人。
这20万人这个中国儿女把生命这个留在了朝鲜战场，我觉得这是一场中国不应该参与的战争啊。首先是从这个人命的角度，从很多角度都不应该啊。这里面有我最近看的一个材料啊，说中国参加抗美援朝之后，对中国很有利啊。有利在哪里？对中共很有利。中共当时就搞什么？搞土改，搞什么？搞这个正反等等这一系列的活动，都在朝鲜战争中全部完成了。为什么？因为你在打仗，这个国家在打一场战争啊，在打仗的时候，国家处于动员状态。大家一处于动员状态的时候，那就敲锣打鼓的声音就特别响。那这镇压反革命啊，这个枪毙人、按比例杀人啊，这些事情，就声音就悄悄的就过去了，就把这事给办完了，包括土改什么的全部办完了。就是在这个朝鲜战争的这个状态下，就是处于战争动员状态之下完成的。我觉得这个讲法非常有道理。中共就利用朝鲜战争把这坏事全办了啊！观点：中共的无耻真的是无底线啊！把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说得如此冠冕堂皇，韩战充分暴露了共匪无视生命，一件件红衣血袍、官袍都是百姓血染。当然，那些所谓的牺牲者根本不值得可惜，身为侵略者的一份子，都是手上沾着无辜者鲜血的贼。微博上还有脑残粉居然指责韩国明星不纪念党卫军入朝作战是辱华，我真的是无语。难道日本每年纪念日本宪兵在南京城的丰功伟绩吗？怎么说呢？这里面有一个矛盾，就是在朝鲜战场上阵亡的这些中国士兵，你说他是侵略者那么当然他全是中国人啊，那么他们参与了一场不该参与的战争，他们付出了生命。我们不管怎么说，在我现在的立场，我是觉得他们不应该牺牲在朝鲜战场，这是所有一切的根本。所以这个账还得算在谁头上？毛泽东头上，不应该算在这些牺牲者的生命身上啊。观点：朝鲜战争是一场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是参与了这场非正义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牺牲了几十万志愿军的生命，巩固了金家王朝，让朝鲜人到现在还吃不饱饭，这才是真正的总结，非常正确啊。观点：我不觉得现在解放军还会像当年志愿军那种不要命了。现在我知道一个个贪财怕死，就怕打仗，根本就把参军当成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完全没有战争意愿。这个是真实的。情绪，中共哪一段近代史没改过？包括今天的历史，非常正确。中共其实它整个的洗脑工程，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什么？中国的洗脑工程就是把中国的历史，中国从一开始，从远古到近代史到当代史，全部重构了一遍，按照他们要的，按照他们的价值观，按照他们的历史观，重构了中国的历史。所以呢，这位网友说的非常的对，哪一段近代史中共没改过？他什么都改，所以他基本上不受事实的约束。就说大家知道，一个历史学家，他最大的约束是什么？最大的约束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他不能乱讲，他是受到历史事实的约束。你有看法，你必须有事实依据，你没有事实依据，你不能乱讲。中共不是，中共完全不受历史事实的约束，他随便讲他想讲的故事，中间没有逻辑关系，他把它建立起来；没有事实，他编一段事实把它放进去，就是这样。所以
在中国的在文革的时候，很多历史学家被整死。老实讲，我同情他们的遭遇，但是我觉得这些历史学家全部都参与了这一场历史重构的过程，包括什么柬埔寨啊这些都干了，他们其实是中共的帮凶啊。情况，台湾眷村有很多当年从韩战撤回台湾的军人，原因是当年有部队为了到台湾，身上刺青，反共复国，青天白日，到了台湾。后来官方为了纪念这群人，搞了一个1月23号的自由日，是这样，特地把这个刺青刺上去，就是为了去台湾，生怕，因为当时其实战俘营的形式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里面有很多，当然知道啊，中共最厉害的就是地下工作啊，地下工作就很多这种地下工作，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种历史来看一下。很多年轻人经常问我啊，我们怎么去重构我们的历史看法？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大家去找这些真实的历史事实来看，你看完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建立新的这种我们讲脑子里的这种知识点，这些知识点是真实的，你很多东西就会以这个为基础去延伸开啊。提问：中共发动这么大动静动员会议，是否会影响美方各党对中共更强硬的态度和政策？特别是民主党对中共的态度，美方会解读这次中共会议，美方一定会解读这次中共会议啊，因为这个顶格会议，如果美国国务院他们的中国小组们不关注，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是一定会关注的。那么它怎么样去影响美国的政策？这里面有2点，第一点。还是那句话，这次会议其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我们昨天前天我们陆陆续续做的一个内容啊，这个内容讲的是什么？就是中共对当前局势的评估，就是战略判断。这个战略判断是什么？战略判断我们之前讲，中共认为他们自己，中国现在是疫情控制了，经济会先反弹。整体形势对他有利，所以他会对外继续采取保持原有的战略扩张的态势，对美继续保持这个对抗的这个态势，啊，就是虽然之前喊过一下话，但是还是要继续保持对抗，原有的这个路径不变，啊，所以你看这次这个抗美援朝这个会议。纪念大会，你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之前在本周我们一直在讲的中共的这个战略判断和战略决策就是这个方向。其实这次大会就是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啊，我不是故意讲这样的话的，但真的是这样。你看今天习近平的讲话，你就可以知道，中共还是觉得他很有底气的，但实际上这是个非常严重的误判。因为整个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昨天的节目啊。提问：韩战对中国影响巨大，韩战对中国人民有没有正面的意义？韩战对中国人民没有1毛钱的正面意义。还是那句话，那是一坨屎啊，那是一坨屎。屎里面有没有以剩余的营养？可能有一些，但是就算是它有，也不要去吃啊。情况：前几天看中共现在的小学语文课，关于卖火柴的小女孩补充讲义说，体现了在万恶的资本主义下小女孩的悲惨生活。同时问我，她要怎么解释资本主义给小孩子听？我听了心里想，这么落后的神经病的教育啊，讲个童话也要扯主意啊，他就是洗脑。他会把所有的工具拿来洗脑，不管这工具适不适当，他会就算是不适当的工具，他也拿来用，就是这个道理啊。观点啊，美国一直有个大问题，做事只做一半，帮国军打日本，
国共内战他撤了，朝鲜战争既然出兵，那就打到底，他又撤了。是，朝鲜战争其实美国是在做一个动作，所以其实朝鲜战争我们有一些参考性啊。你看，美国出兵朝鲜，他没有自己出兵，他是先通过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个决议，然后他带着其他国家一起去打啊。美军占88%，其他国家占12%，他做指挥官啊。那么当然大家都服啊，毕竟他还是出这么多部队，但他就没有直接去跟解放军打，他是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跟中国人民志愿军打。所以你可以看朝鲜战争，美国的态度是什么？美国是不想扩大战争的，他不想变成一个全局性的战争，他一直就像当初一样，他一开始急急忙忙的49年从这个朝鲜撤军啊，撤到最后剩下一个顾问团，这是北朝鲜金日成往南打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军全撤跑了，而且美国一直避免跟中国打仗，就是在朝鲜战争的过程当中，美国也不想扩大这场战争。当初这个麦克阿瑟是想打过去的，打过鸭绿江的，就给他撤了，不行，你不听话我就撤掉你，是这样的一个。所以美国的心态是什么？他不想跟中国发生一场战争，为什么？并不是打不赢他。大家想一下，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标，它不仅仅是要达到军事上的目标，它核心是要解决政治目标。你比如说朝鲜它为什么要打这个韩国？它统一朝鲜半岛，这是一个政治目标，它不完全是个军事目标，军事目标只是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的手段。美国也是一样，美国把这个朝鲜军队打回去，它是实现一个政治目标，就是维持朝鲜的现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没有准备跟中国发生一场全面的战争。所以你看整个的过程都是一个这样的过程，美国的整个的思维都是一个，他为什么死人呢？那是要死很多人的，而且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跟中国发生一场战争，会不会引发成为另一场世界大战呢？因为苏联你会不会加入呢？那么美国是不是准备好了再打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美国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所以美国的行为就是一个这样的行为。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现在的台湾，美国的心态是什么心态，你就大概的知道，美国也不想在台湾海峡现在就跟中国打一仗，我不觉得，美国并没有准备好，至少没有美国的整个的这个战略调整没有调整过来，盟友没有建立好等等，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脱钩没有脱钩完，他怎么可能打一场这样的战争？所以你从朝鲜战争，你再映射到现在的台湾海峡，你就可以理解美国为什么很多事情都做一半了，因为他不想引起一场全面的战争啊。观点：南京大屠杀都可能是假的，中共一直不愿意把遗骨送碳14检测，有学者考虑大量的遗骨是太平天国时的死难者。OK， 情况将近20年，有一部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发表，虽然没有明显提出战争性质的问题，但交代了战争爆发的背景以及一些细节的描写，包括不宣而战，中国士兵穿着单衣埋伏在漫天的雪地里，突然出现在南韩和美国军队面前。只要有正常思维能力，一看就知道，这根本不像我们之前说的抗美援朝。观点：历史，我们必须说一件事情，每次遇到大陆人都说郑成功从荷兰手上收复台湾，我就想，荷兰人台湾之前，中国没有设政府在台湾过，何来收复？第二，
台湾延续的是民国，但是郑成功却是中共的民族英雄，又说民国是伪政权，矛盾可笑。还是那句话，你去理解中共在不同的语境下他说不同的话。在抗战的时候，他就叫国军叫中国军队，他不叫国军啊。当这个国共内战的时候，他就叫他是国民党兵，他不叫国军，他也不叫中国军队。所以中共是按照需要来陈述的，他是按照需要，他从头到尾，你把他说的所有的话放在一起编列一下，全是矛盾的。为什么？为什么要矛盾？因为他就是按照需要来讲，在这个语境下需要这么讲，他就这么讲；在那个语境下需要那么讲，他就那么讲。结果这两个放在一起就矛盾了。情况根据海军将军先父描述，韩战时麦克阿瑟将军有意趁势一口气打过鸭绿江，台湾这边也做两栖作战准备，两边夹攻消灭中共，但是杜鲁门总统忌惮于麦克阿瑟将军的声势，怕他成为选举对手，因此召会将军，如果当时攻过鸭绿江，台湾由南边应和，中共就不是今天的局面。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初的这个判断，是有担心的，担心两个，第一个担心苏联的介入啊，苏联的介入可能会让这个局势变成另外一个形式啊。麦克阿瑟是想打过鸭绿江，这是撤掉他的原因啊。那么杜鲁门是不想做这个事情啊，杜鲁门不想做这个事情，我就讲是忌惮这个苏联。当然，这个网友说可能是忌惮他的声威成为他的竞选对手，也有可能啊。政治人物啊，就是会在桌面上一套，桌子底下一套，这都不意外，一点都不意外啊。情况去韩国首尔旅行，遇到好多东北人在首尔工作，问他们女服务员一个月薪水15000人民币左右，租房3000，日子过得比较舒服那就又开始出现了啊。情况，台湾目前作业员工资涨了，目前2班制，月休6天，破5万台币，人民币12000，月休8天，3班制，普遍都会超过32000台币，人民币7500，感觉资金真的大量回台湾了。情况，现在国内京东可以买到国内大循环的书籍，我一看居然还有黄奇帆的名字，这些马屁精开始在出版书籍上替洪朝背书，给国内知识分子洗脑。怎么说呢？你想一下，习近平的讲话，他每次讲话他都会出单行本。这个单行本是什么概念？单行本的概念就是出版社要重新出版一批习近平的各种讲话。所以你可以去新华书店你去看一下啊，新华书店里面的前面一排全是习近平的讲话。所以中共把这件事情已经干到了人类社会当中最极端的状态了啊。所以你看到黄奇帆的这种有什么奇怪？不奇怪啊，这就是洗脑。观点战争背后的是政治，政治背后是当时讲来的意识形态和冷战背景。毛对于东亚革命的构想，使其对于战争不计代价。他甚至表示，牺牲与否，胜利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去不去。OK， 情绪真的很可悲。去台湾的在家乡被当成烈士，家属还拿了点福利，坚持回国的志愿军战俘反而成了人人批斗的狗熊。好不容易在前几年慢慢的让大家知道了真相，现在又开始同一事件撒谎，无耻到这个地步，全世界都很难找到。非常正确。提问，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如果 CCP 打台湾，美国会不会以联合国的名义去保护台湾？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美国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决议，因为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所以美国不能够再做这个动作啊。观点：中共还介入过邻国的另外一场战争，就是1946年到1954年的越南抗法战争。著名的有奠边府战役，中共军事顾问韦国清啊，这个军事顾问深入到越军各个军团级单位，大量装备物资来自中国，包括飞机和军事培训。1/3的越南飞行员在中国培训，越军军服帽、蚊帐、食物、鞋帽都来自中国。那是没错啊，那基本上越南抗法这场战争有一大半是中国在打啊，这件事情是事实啊。情况：刚刚颁布的2020年土地管理法强调，严禁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但对农村迁移到城市户口的居民的权益定义十分模糊。可否请王老师专门做一期专题谈谈这个事情？这个我们做过，你也可以去搜一下，就是土地管理法修订的时候啊，我们做过一个这个节目，就是关于农村宅基地的管理，还有农村建设用地的管理我们做过的啊，应该是去年的事情啊。观点：习不断宣传抗美援朝，会不会为了日后美方借疫情伤亡数字问责时，好像美方说我们也有很多同胞因你们而死政治不是这么玩啊。明谢老罗王对不起谢谢老罗王，对不起，昨晚请假看总统候选人辩论会，昨天是人很少，很正常，我当时本来想我们是不是要停一下但是既然我们是有时间表的，我们就得按照时间表走，所以我们到昨天没有停，继续做。但是昨天还不错，昨天还有3000多人在线，好吗？观点：这几天中央这样长篇累牍的过度美化、肉麻歌颂抗美援朝，我都怀疑这场戏即使对小粉红群体会不会也演得有点过。这段时间一会儿发动全民练心，一会儿点赞深圳示范建设区，一会儿热捧量子科技，一会儿一大帮跟着雕旁的宣传机器，估计晕头转向。大部分老百姓更是跟不上节奏。淘宝前2天直播有2亿人同时在线熬夜看直播网购，真的要开战，估计14亿的铜墙铁壁没剩下几个跟他们去拼命。中共的政治运动无日无之中共搞政治运动一直在搞，那其实老百姓真的跟不上，一般跟不上，谁都跟不上就当记者没有办法，当记者这是你的工作，所以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一场又来了，这一场又来了。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只是觉得脑子又被刮一下，脑子又被刮了一下，只是这种感觉而已。所以怎么说呢？这个老百姓只是被洗脑，他们能够真正的把这件事情搞清楚的人非常少，非常少情况：百度百科朝鲜战争我就不读了好吗？大家去看一眼。苏联解体后，随着OK， 明谢 TT。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再讲一遍，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